Benelli M4作为美军与多国特种部队的标配，一直被视为无可争议的战术之王，其巅峰地位似乎从未被撼动。但当7款顶尖霰弹枪同台较量后，结果却出人意料，被奉为战术标杆的 Benelli M4居然只排第2。更令人惊讶的是，登顶榜首的竟是一款来自俄罗斯的霰弹枪。俄式霰弹枪究竟藏着怎样的过人之处，将 M4这位老牌王者踩在脚下？这7款霰弹枪又因何能跻身顶尖行列？第7款 USA KF-12T 战术霰弹枪，一把 AK 步枪竟能发射12号霰弹。这个奇怪的混血组合，恰恰造就了本次排名第7的 KF-12T 战术霰弹枪。而 KF-12T 的诞生，还藏着一段因制裁催生逆袭的故事。2014年，美国对俄制裁，切断了俄制 SIG-12霰弹枪的进口之路。美国卡拉什尼科夫公司不愿放弃市场，干脆将 SIG-12进行本土化改造，最终让 KF-12T 成功破局而生。它采用导气式半自动原理，支持可拆卸弹匣供弹，兼容5发、10发弹匣到20发弹鼓，同时配备可折叠伸缩枪托，加上护手导轨，能灵活加装战术灯等附件。AK 的耐用性在它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沾满沙尘泥泞 ，KF-12T 依旧能正常射击。在耐力测试中，该系列枪械曾连续发射2000发弹药，全程零故障。可以说，KF-12T 是在美国佛罗里达重生，却始终流淌着俄罗斯名枪的血液。如果说从断供危机到站稳第7 ，KF-12T 靠的是对 AK 系列的继承，那比它排名更高的第6名，又因为什么能更胜一筹呢？第6款 UTS-15， 这款充满未来感的霰弹枪产自土耳其 UTAS 公司，它的研发之路充满曲折。2006年，美国史密斯威森公司向 UTAS 公司提出研发终极警用霰弹枪的需求。然而，项目在2008年遭遇变故，史密斯威森退出合作。即便如此 ，UTAS 并未放弃，凭借对原设计理念的坚持，最终于2011年研发成功。正是为了满足最初严苛的警用战术需求，它采用无托结构，将总长压缩至仅 28.3 英寸，同时使用双管弹仓设计，使弹容量高达14+1发。不过初期因结构复杂和塑料部件问题，可靠性欠佳，后续通过多个版本改进优化，终于站稳脚跟。如今它虽未大规模列装主流军警，但深受生存主义者、私人安保与战术收藏爱好者喜爱，部分国家特种单位也会用它执行反恐任务。第5款 Rock Island Armory VR80， 如果你第一次看到 VR80， 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一支普通的 AR-15 步枪，但别被它的外表骗了。其实它是一支由土耳其 Deryal Arms 公司制造的半自动霰弹枪。它诞生的初衷很明确，就是要把传统霰弹枪的粗犷威力与现代步枪的人体工学和模块化设计结合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它在外观上几乎完全复制了 AR 平台，可调式枪托、手枪握把、上下机匣结构，甚至连快拆的操作逻辑都一模一样。这对熟悉 AR 系列的用户来说格外友好，几乎不用重新学习任何操作，拿起来就能直接上手。性能上，它采用半自动导气式系统，标配5发弹匣，还支持9发或19发的大容量弹匣，这一点在民用市场里极具吸引力。整枪重量约 3.4 公斤，枪身还遍布 M-LOK 兼容护木和皮卡汀尼导轨。从竞技瞄具到战术灯，玩家完全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打造出独一无二的装备。不过，作为一款高性能的土耳其霰弹枪 ，VR80 也有自己的小脾气。它需要先用高膛压弹药充分磨合，才能达到最佳的循环表现。但一旦驯服了它，后续不管用什么弹药，它都能稳定发挥。第4名 ，Beretta S300 Ultima Patrol。这款霰弹枪隶属于贝雷塔 S300 系列，采用成熟的导气式半自动动作方式，枪管长度 19.1 英寸，配备加长型管式弹仓，弹容量7+1发。操作设计也极具人性化，配备加大拉机柄、弹机释放钮，提升应急操作效率。
枪托采用合成材料，可通过更换垫片调整拉距，不同体型的射手都能找到舒适握持姿势。导气系统采用特殊缓冲设计，能将部分后坐力能量转化为机构循环动力。相比同类枪械，射击高强度弹药时后坐力更柔和，提升连续射击精度。近几年，美国多地警察局已开始列装这款霰弹枪，在欧洲，它也是猎场上常见的顶级选择。当然，它也有争议，价格略高，相比某些战术霰弹枪外观不够激进，对追求炫酷感的用户来说略显保守。但从可靠性、耐用性和多场景适应能力来看，它几乎无可挑剔。下一款，外形宛如星际战士的装备。第3名，塔沃尔 TF-12霰弹枪。如果一把霰弹枪能塞进15发弹药，你是不是认为它又长又笨重？然而，它不仅短小精悍，甚至比许多突击步枪还紧凑。这款来自以色列武器工业的塔沃尔 TF-12霰弹枪，正是颠覆常识的极限产物。它脱胎于以色列武器工业经典的无托步枪平台，将以色列对紧凑高效的战术理念完全移植到了霰弹枪领域。TF-12最大的特点是其配备3个独立的管式弹仓，这是它实现超大弹容量的核心关键。每个弹仓可容纳5发2.75英寸弹药，总弹容量达到15发。当一个弹仓打空后，射手只需旋转护幕上的弹仓选择器，就能迅速切换到下一个弹仓，轻松保证持续输出能力。同时，它沿用无托设计，将机匣移至枪托后部，把整枪长度牢牢控制在28.34英寸，约72厘米。这种极致的紧凑性，让它在室内等狭窄空间里具备了无与伦比的机动性。接下来这款枪械将更加硬核，因为它正服役于美国等国家的精英部队。第2名 ，Benelli M4。毫不夸张地说 ，Benelli M4是全世界最广为人知的战术霰弹枪之一。它的故事要从1998年说起。那一年，美军陆战队向全球发布了一项招标，寻找一款能在极端环境下保持高可靠性的半自动霰弹枪。这一任务最终由意大利的 Benelli 公司拿下 ，M4 就此诞生。该枪采用 Benelli 独家的 Argo 双活塞气动系统。不同于传统的导气式结构 ，Argo 直接在枪管前端利用高压气体驱动短活塞，减少积碳，降低维护需求，使其能在泥沙、雨雪和盐雾环境下依然稳定射击。M4 全长约101厘米，重量3.8公斤，可发射2.75或3英寸弹药，标准弹容量7+1发。自服役以来，Benelli M4 被美军陆战队以及意大利宪兵、以色列特种部队等广泛采用。其精准度与循环速度在实战中表现非常出色，几乎没有其他半自动霰弹枪能在可靠性上与之抗衡。更有趣的是，民用版 M4 因美军背书，被视为收藏级战术装备，这也导致其在民用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当然，它昂贵的价格对零配件的极度依赖，以及传统管式供弹方式带来的换弹慢，都是它的缺点。但无论如何 ，Benelli M4 依旧是半自动霰弹枪领域的标杆，它重新定义了战术霰弹枪的可靠性。然而，当可靠性遇到俄式粗犷少维护的火力速度时 ，Benelli M4 还能是王者吗？下一款真正的霰弹枪之王，第1名，俄罗斯 Vipyr-12战术霰弹枪。如果说 Benelli M4 代表了意大利式的机械美学，那 Vipyr-12就是俄式工业力量的极致体现。它诞生于俄罗斯传奇武器制造厂莫洛特，基于 AK-47与 RPK 轻机枪的设计框架，原本为特警与军用特种部队开发。Vipyr-12采用气动导气式系统，但核心结构与 AK 家族一致，包括长行程活塞、回旋枪机和坚固的机匣。它不像 Benelli M4 那样依赖复杂的 Argo 双气活塞系统，而是选择更可靠、更耐造的设计。如果说 M4 经得起2万发的测试，那么 Vipyr-12则拥有在零下40度仍能运作的极端环境适应性。你可以把它扔进泥里、雪里、沙子里，只要轻轻一拉机柄，它依然能顺畅地发射。
这就是俄罗斯武器的哲学：简单、粗暴，永不宕机。但容量上 ，Viper 12配10发，20发可拆弹匣，甚至是25发弹鼓，火力持续性非常亮眼。然而 ，Benelli M4 却仍停留在传统的管状弹仓结构，但容量小，换弹速度慢是它的致命缺点。更关键的是 ，Viper 12继承了 AK 的操作逻辑，对于熟悉 AK 平台的用户来说，上手几乎零门槛。而 Benelli M4 的操作方式更接近传统猎枪，不适合快速战术切换。所以，当人们还在神话 Benelli M4 是军用霰弹枪之王的时候， Viper 12早已在大容量、换弹快与易维护这3点上更胜一筹。至此，7款顶尖战术霰弹枪的排名尘埃落定。Benelli M4 凭借其无可匹敌的 Argo 系统，为可靠性设定了黄金标准。然而 Viper 12则将 AK 平台的极简耐操基因充分发扬，它的胜利并非是对 M4 可靠性的否定，而是证明在枪械里从来没有唯一的王者，只有最贴合特定需求的最优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